王林在李元峰的察知意境和孙太封印双重影响下，如今他体内的灵力全消散，沦为了凡人，而且身体伤害极重，他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了。王林和红蝶一战之后，征牛这名字在修真界火了，他的事迹在人们口中口口相传，用的劲幡、宝剑、摄神车这些法宝被修真国的使者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回去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成了朱雀星修士们热议的话题。征牛一下子成了朱雀星鹰变期以下的第一高手。可奇怪的是，征牛突然失踪了。他在去朱雀山复命的路上，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这是在修真界掀起了大波澜。朱雀山上，朱雀子出关后，发现3天前在极北之地有仙力碰撞，还有巨魔族的神通。他查到征牛失踪的事跟雪域国和巨魔族有关，但另一个鹰变修士的身份却查不出来。他还发现自己只能模糊地感知到亡灵的存在，却找不到他具体的位置，估计亡灵是受伤太重，元神都快崩溃了。不过在朱雀眼里，亡灵也只是柳眉的颅顶而已。他给柳眉传讯，让他去朱雀大陆北部找亡灵，然后又闭关了。柳眉接到传讯后，从朱雀山上飘下来，朝着北方飞去。而朱雀山的崖壁上，已成颅顶的红蝶呆呆地望着远方，眼神空洞。他脚下有一朵红花，山风吹得他直打颤，但他却顽强地开着。突然，前锋出现在红蝶身后，弹了一下脚下的花，花粒磕碎成灰。他冷冷笑说道：“绝情，我知道你还藏着一丝元神，但我绝不会让你像子欣那样翻身。”说完，他还摸了摸红蝶的脸，邪邪地笑了笑。1个月后，在朱雀大陆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，有个穿着粗布褂子的青年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，他脸上全是吓人的疤痕，又丑又可怜，眼神空洞，像个没灵魂的木头人。村民们路过他身边都嫌他丑，绕着走。此人正是此刻修界所有人都不知道在何处的亡灵。听到别人的议论，亡灵毫不在乎，依然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发呆。这时候，一个穿碎花衣服的少女带着一条大土狗过来了。她冲亡灵喊：“丑哑巴，我爹让你回去吃饭。”亡灵扭过头看了少女一眼，慢慢站起来，腿有点酸，差点没站稳，逗得少女直笑。少女转身往村里走，土狗在前面跑，亡灵默默地跟在后面，眼神更落寞了。他们来到一个篱笆院子，院子里有个中年男子正在看草药。少女跑过去，坐在男子身边，撒娇说：“爹，我把哑巴叫回来了。”男子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没大没小，叫叔叔。”少女吐吐舌头，跑屋里帮忙拿饭菜去了。男子站起来对亡灵说：“小哥，别介意，我闺女太野。来，我看看你身体咋样了。”亡灵点点头，伸出干瘦的胳膊。男子按了按，眼睛一亮，说：“小哥，你恢复得不错，再吃几次药就没事了。”亡灵还是没说话，只是点点头。这个中年男子就是1个月前在山里救了亡灵的人。当时亡灵快死了，男子把他带回家，硬是救活了。不过亡灵醒来后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就把他当成了哑巴。这时候，男子的老婆和女儿端着饭菜出来了。少女撅着嘴说：“娘，我不和哑巴一起吃，他太丑了，我吃不下。”男子瞪了他一眼，让他去屋里吃。亡灵拿着碗走出院子，坐在外面的石头上，看着手里的饭，心里苦涩。曾经如日中天的他，此刻落得如此下场，这一切都是拜巨魔族与雪域国所赐。亡灵的元神1个月前崩溃了，现在身体虚弱的不行，连拿碗都费劲。他现在连普通人都不如，连个小孩都能打倒他。更糟的是，他的本尊也沉睡了，没办法过来救他。他心里明白，得靠自己恢复修为，可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亡灵吃完饭，心里默默想着，9年之后，婉儿会遇到轮回天道，他必须撑过去。这1个月，他一直在琢磨怎么恢复修为，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第2天，男子去山里采药了。亡灵在柴房里打坐，发现体内一点灵力都没有。他走出柴房，身子还是虚弱得很。这时候，少女又出来了，撅着嘴说：“丑哑巴，你都住了1个月了，啥时候走啊？我家又不是善堂。”男子的老婆赶紧训斥他，让他别这么没礼貌。又过了半个月，亡灵的身体在男子的药汤调理下有了一点力气。这天深夜，亡灵走出柴房，看了男子的房子一眼，记在心里，然后悄悄离开了院子。亡灵准备了一些干粮，背着包在月光下离开了村子。他想起500年前自己没被横越派选中，也是在一个深夜偷偷离家出走，没想到这一走就是500年的命运波折。他轻叹一声，朝着远方走去。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当初被传送阵传过来时根本没来得及搞清楚位置。现在他只想找到一处灵脉，靠灵脉的滋养恢复一点灵力，然后想办法破解封印和意境。寒风吹来，亡灵打了个寒战，心中苦涩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普通人的感觉了。他一路走得很慢，每走一段路就得休息，7天后还在官道上。他虽然没有灵力，但还能感知到灵力的存在。这一路他遇到过一些有灵力的地方，可惜无论怎么吐纳，体内还是没反应。他觉得
或许只有修真门派的山门才有浓郁的灵力，但他现在这身体根本进不去。他望着天空，心里涌起一丝绝望，但很快又坚定下来，喃喃道：雪域国，巨魔族，我亡灵不会放弃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他站起身，继续往前走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阵马蹄声，越来越近，一匹匹黑马飞驰而来，马上坐着凶狠的壮汉，其中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大汉突然拉住马缰，盯着王林大笑：哈哈，丑小子，好一棵摇钱树！他一把抓住王林的衣服，把他提了起来。马老四，干什么呢？前方传来喝声：老大，我抓了摇钱树。这小子长得丑，断了腿放在天威飙车前面阻道，总比用自己兄弟要好。刀疤大汉嘿嘿一笑，一加马肚带着王林向前驰去。老大，看！刀疤大汉追上后举起王林笑道。王林紧闭双眼，心里愤怒不已。曾经的他何时受过这种羞辱？前方马匹上，一个魁梧的大汉瞪了王林一眼，点头道：好，带着吧。一行18匹马呼啸而去。3里外的一个分叉口，这些人停了下来，迅速分散，隐藏在四周。他们动作熟练，显然是老手。刀疤大汉把王林交给一个瘦小的人，让他牵马走开，然后对王林狞笑一声，抬手卸下他的下巴，又点了几下，王林的腿骨和肩骨立刻粉碎，剧痛传来，他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，死死盯着刀疤大汉，把他的样子记在心里。刀疤大汉哼了一声，拿出一包药末倒在王林伤口上，然后消失在丛林里。王林倒在冰冷的地面上，一股杀机慢慢酝酿。他这一生从未受过如此对待，但现在的他身体太虚弱了，渐渐昏迷过去。一个时辰后，远处传来马车的声音，越来越近。这时，那些马车突然停下，一个俊朗的青年骑马过来，看了一眼王林，回头喊道：镖头，是个死尸。说完，他把王林踢到路边，然后回到车队。车队再次前行，路过王林之前的位置时，四周突然亮起火把，传来一声大喝：天威镖局，你们以为绕道走，老子就不劫了吗？紧接着18个凶悍走了出来。火把亮起的瞬间，王林身上的药沫融化，一股无色无味的气体迅速蔓延，覆盖了整个车队。镖局的人惊呼：火云毒！紧接着他们一个个身体酸软，无力反抗。没错，这正是我们火云18阴专用之毒，嘿嘿，以血起毒，以火引发。今日你们谁也别想走。一场屠杀就此展开，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镖车队就被杀了大半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哈哈，大哥，还有3个娘呢，这次够咱们回去乐一乐了。刀疤汉子砍下一颗人头，从马车里抓出一个少妇，扛在肩上，淫笑几声。另外2个女子也被抓走，藏在丛林里的马匹纷纷跑来。那魁梧的大汉从马车内拿出一个锦盒，满意的笑道：兄弟们，走了。这些人纷纷上马，带着3个女子和王林呼啸而去，留下一地血腥。清晨，18人来到一座山峰下的火云寨。刀疤大汉抓着少妇钻进房舍，传出女子的惨叫。其他大汉也纷纷带走女眷，王林则被扔进山寨后面的一个水牢里。王林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困在黑暗的水牢里，双臂被捆，身体悬吊在冰冷的水中。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灵力，元神崩溃，连储物袋都无法打开，储物袋也被那些人拿走了。此时，柳梅从火云寨上空飞过，他根本没注意到王林就在山峰之中。王林沉默着，但他的双眼越来越亮。他发现水牢里的灵力比外界任何地方都要浓郁，而且这灵力是从水中传来的。王林闭上眼睛，开始静静的呼吸。他泡在水里，周围一片安静，有点像修士闭关的地方。他全身都泡在水里，随着呼吸，水里的灵力慢慢变多。但王林身上好像有一层薄膜，灵力根本进不去，就算进去一点，也会被推出去。时间一长，水牢里的灵力越来越多。火云寨里晚上还亮着灯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，还有女人的尖叫。在寨子里的一座华丽阁楼里，那个魁梧的大汉坐在房间里，面前放着一个打开的锦盒，里面有一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，发出柔和的光。大汉拿起夜明珠看了很久，眼里露出贪婪的神色，自言自语道：这珠子这么大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他把珠子放下，目光落在桌子上的另一个东西，一个灰色的口袋。这个口袋很奇怪，没有口子，也没有重量。大汉拿起口袋，用力一拽，但怎么也拽不开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这可能是传说中的天蚕丝做的。他把口袋放在烛台上，想用火烧，但口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拿出一把锋利的刀，砍向口袋，结果口袋还是没事儿。大汉惊讶地看着口袋，哈哈大笑，这口袋才是宝贝，关键时刻能救命。可惜只有一个，要是能多几个，做成衣服就好了。他把口袋小心地放在怀里，贴着胸口。他突然想起王林，决定去问问他这口袋是从哪儿来的。于是他走出阁楼，来到地牢。地牢里有2个喽啰正在聊天，看到大汉立刻站直，大声说：参见大当家。大汉问道：丑小子在哪儿？
一个喽啰告诉他，在北间。大汉命令道：“打开！”喽啰走到铁网前，刚要打开，突然身子一颤，一头栽进水里。接着，亡灵从水里飘了出来，眼神里满是愤怒。大汉惊呆了，转身就跑，但还没跑2步，就被亡灵的无形大手抓住，瞬间化作血肉。亡灵拿起大汉怀里的口袋，现在的他从水牢里吸收灵力后，体内终于有了那么一丝灵力。他把灵力冲入储物袋，召唤出文兽。文兽一出现，立刻发出愤怒的咆哮，把整个山寨的人都吓坏了。亡灵让文兽守护自己，开始打坐恢复。山寨的人纷纷求饶，亡灵让他们把地牢刨开，让水流出。他们拼命干活，终于把地牢刨开，污水流出，越来越清澈。亡灵跳进地牢，坐在里面继续修炼。文兽守护在他身边，谁敢靠近，就会被文兽杀死。山寨的人害怕极了，但亡灵让他们不准离开。火云寨变得死气沉沉，2个月都没有动静。2个月后，亡灵睁开眼睛，他的身体伤势已经恢复，但封印和意境还是没松动。他只能恢复到凝气2层，因为元神崩溃，没办法取出天逆珠子，只能靠极品灵石恢复。他决定探查水潭深处的秘密，但一旦有危险，就立刻召唤文兽。他沉到潭底，发现水虽然清澈，但潭底却是一片漆黑的淤泥。亡灵右手掐了个法诀，很久没用的低阶法术引力术在他手上成型。他轻轻一拨，地面的淤泥被掀起，一股腥臭味融入清水里，像墨水一样迅速扩散。亡灵身子一动，像游鱼一样快速向上游去，他身后的墨水紧追不舍。很快，亡灵冒出水面，身子一跃，右手向下一按，引力术操控着大量带淤泥的黑水顺着缺口流出。过了一会儿，流水渐渐变清澈。亡灵又沉入水底，反复3次后，水牢里的淤泥被彻底清理干净，露出底部的景象。只见底部有一个圆形的阵图，阵图里有3个位置都放着灵石，都是极品灵石。亡灵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难怪这里不是灵脉，但水里却有灵力。阵图里的3块极品灵石颜色有些发灰，显然已经放置了很久，快要废弃了。但这并不是亡灵关注的重点，真正吸引他的是阵图里的一具骸骨。这骸骨是一个女子，被一根根黑色钉子钉在地底，姿势诡异。她的右手食指刺入地底深处，用3块极品灵石来封印骸骨，这可是大手笔。亡灵一眼就看出这个阵图的作用只有一个，封印。亡灵正准备离开，突然他的储物袋内闪烁出剧烈的黄光，一股大力传出。亡灵第一次遇到储物袋内的东西不受控制的自动挣脱。只见一个神秘的画轴从储物袋里冲了出来，这画轴是亡灵几百年前无意中得到的，一直无法研究透彻，也无法使用。如今画轴一出现，缓缓铺展开来，里面是一片黑幕，传出一声声冲击灵魂的咆哮。就在这时，地牢底部的骸骨身上散发出阵阵紫光，尤其是食指刺入地面的部分，紫光更重。很快，一团拳头大小的紫光从骸骨身上凝聚出来，瞬间被吸入画轴内，消失不见。骸骨立刻碎裂，化作一团黑灰，铺在水牢底部。画轴吸收了紫光后，慢慢合上，飘到亡灵手中。亡灵犹豫了一下，没有继续探查，而是迅速冲出水面。出了水面后，亡灵一脸疑惑地看着画轴，沉吟了一会儿，缓缓打开。只见画轴内的黑幕上出现了一个紫色印记，若不仔细看，很难发现。亡灵皱了皱眉，这画轴他始终无法参透，若说是重宝，为何当年只是在一个结丹期修士手中呢？沉默了一会儿，亡灵收起画轴，看了一眼水牢，沉吟起来。水牢里的骸骨被极品灵石封印，这人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但又是谁把他封印在这里的呢？与骸骨相比，画轴则更为神秘，那紫光到底是什么？随后亡灵命令文兽把那个中年文士叫来，文兽立刻呼啸一声冲了出去，一声咆哮之下，整个山峰的雪都颤了一下，好在没有形成雪崩，但他这一吼把山寨内的所有人都惊动了，纷纷不敢出去。文兽凶目一闪，身子如流星般落下，巨大的口气停留在中年文士身前3寸处，文士被吓晕了过去。文兽叼着他飞到亡灵身边，扔在地上。文士一摔之下立刻清醒，面色苍白，露出恐惧之色。此处水牢，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亡灵沉声问道。中年文士颤抖着说道：仙长，这里很多年前只是一片荒山，一次地龙翻滚后，此山碎裂，形成了这么一处地方。这地牢也是地震之后出现的，大当家的一看，觉得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于是就成了水牢。亡灵抬头看了看山峰，山体上确实有一些被岁月掩盖的断裂痕迹，显然文士没有说谎。这样一来，事情就清楚了。这山峰在无数年前就是镇压骸骨的地方，无数年后，一次地震震出了一个缺口，让骸骨重见天日。可是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亡灵挥了挥手，示意中年文士离开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收起心思，不再考虑这个问题，而是专心思考自己该如何恢复修为。水中的极品灵石已经快要废弃，提供的灵力越来越弱。
尽管这种弱的程度还需要无数年后才会降低，但此刻已经无法满足亡灵的需要了。他盘膝坐在地面上，一拍储物袋，3块极品灵石出现在手中，放在身体四周，再次闭目打坐吐纳起来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又是3个月过去，距离亡灵离开楚国已经大半年了。毗卢国进入了冬季，寒风凛冽，山风刺骨，山寨内的喽啰已经快半年没有下山了。好在山上的余粮还够过冬。亡灵在这3个月内始终一动不动，静心打坐，不断吸收极品灵石内的灵力，准备一鼓作气打开封印与意境。他的修为在极品灵石的帮助下恢复到了凝气第6层。文兽始终守护在亡灵身边。这一天，亡灵睁开双眼，目光如电。他一拍储物袋，拿出5块极品灵石放在身体四周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摸了摸脸上的茶痕，眼中闪过一丝果断。二话不说，他立刻再次闭上双眼，疯狂吸收8块极品灵石内的灵力。这些灵力在他身体外凝聚成型，全身散发出阵阵清光，一股清灵之气弥漫开来。随着体内灵力越来越多，亡灵低喝一声，把体内相当于凝气期第6层的灵力运转起来，与体外的庞大灵力同时撞击身体。这一刻，亡灵的身体就像一块铁板，体内的灵力是小锤子，体外的灵力是大锥子，2个锥子同时轰击铁板，想要打出一个缺口。阵阵轰击中，亡灵面色越来越苍白，脸上的茶印闪烁黑芒，居然诡异地震动起来。远远看去，好像阵图在转动，每转一圈，便有大量的灵力被吸扯而去。亡灵猛地睁开双眼，目中露出一丝犹豫，但很快被坚定代替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从储物袋内拿出一块白色的玉石。这玉石一出现，四周的天地灵力顿时一暗，纷纷让开。仙玉吞下此物，等于是吞毒一般，但此刻身体的封印与茶境也算是一种毒，以毒攻毒是目前最快的打开缺口的方法。亡灵沉默了一会儿，拿起仙玉，生生掰下拇指大小的一块，含在口中。仙玉入口的瞬间，一股庞大的仙力在亡灵体内疯狂游走，势如破竹，震天动地。他体内的灵力立刻被冲散，与仙力相比，实在是微不足道。有过一次吞噬仙玉的经验，这一次亡灵目光平静，凝神吐纳，操控这些仙力，疯狂地向着封印与茶境轰击而去。1次、2次、3次，每一次撞击，亡灵的身体都会一颤，但他脸上的茶痕颤抖得更厉害，甚至出现了细密的裂纹。在他坐下之地，也出现皲裂的迹象，向着四周飞快蔓延。有些屋舍被波及，立刻坍塌，风一吹，化作飞灰消散。只听咔咔几声，从亡灵的身体内传出碎裂声。紧接着，他脸上的茶痕有1/10出现了碎裂，慢慢的从他脸上脱落。在脱落的瞬间，一丝丝黑气从那里飘起，在亡灵的头顶凝聚不散。亡灵面色苍白，嘴角流下鲜血，但他的目光明亮。此刻，他脸上的茶痕与封印终于在仙玉的轰击下有所松动，出现了一个缺口。